大家好，今天比特币视频来聊一聊美国 CPI。因为自2022年7月份，当时美国 CPI 9.1见顶以后，感觉有可能比特币 20K 以下会是比特币的底部， BTC 牛市有可能会到来，天天喊粉丝们一起做多比特币，或者是 all in 比特币，到现在利润是很多，但是最近是很少跟大家聊到这个美国的 CPI， 不然等下来聊一聊明天美国 CPI 会不会迎来转折？等下来分享几张图表里面的知识。如果你喜欢本视频，感谢点赞、订阅、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加入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我免费分享的交易信号，或者也可以用我们 OKX 邀请链接注册交易，返佣20%，而且全网公认 OKX 资产储备率是最高的，或者交易量达到的，还可以加入我们 VIP 群啊。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昨天比特币这个位置 60K 终于是稳住啊，包括这个下降楔形看涨的形态目前还是存在，所以这个位置的支撑是非常的强。那昨天这个蜡烛组合，就是这一根下跌它是一个多方的拇指线，然后昨天这一根上涨现在是可以看成一个多方的呈现，这个位置估计有可能真的会稳住啊。所以如果在这个位置你有在做多，或者是之前我在这边做多的多单，目前还是在持有。昨天是会员的频道有跟一些朋友通知，因为我感觉可能比特币跌不下去，所以后面是及时通知做多那个以太坊。不过以太坊昨天是没有怎么涨。那现在我的观点是这样子啊，就是比特币在这个形态里面到底是什么盘整的形态不重要，现在是看到多方抵抗的 K 线、拇指线，或者是橙形，或者是这个组合也可以看成一个塔形，包括前面的这个多方的吞噬，或者是这个位置多方拇指线，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个多方的橙形啊。然后前面的几个位置多方的抵抗，或者是这也是一根非常强势的，就是多方抵抗的垂直线，或者是就是一个十字星啊。包括前面的几个位置多方拇指线、多方拇指线，这是一个多方的吞噬。那我的观点，目前比特币还是牛市啊，有可能不同于就是比如说比特币在2022年，有些朋友最近是担心比特币可能在 70K 或者是 73K 左右，说是顶部，但是我的观点不是顶部啊，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2022年的熊市，2022年的5月份，当时比特币在这个位置一根 K 板下跌，可以去留意一下每一根 K 线蜡烛的重心全部都是在往下移，包括2022年的6月份，一根、两根、3、4、5、6、7、8，像这种就是标标准准的熊市啊，就是它每一天的收盘价重心都会往下移。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比特币这1-2年以来的牛市，基本上如果是在一个高点的位置，它有可能下跌，第二根就多方的抵抗，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包括之前比特币在 39K 到 40K 左右的这个区间，或者是这整个盘整的区间，一根大跌，第二根多方抵抗，或者是一根大跌，就算这种小小的十字星都算是一个多方抵抗的 K 线组，它就是一个多方的拇指线，代表比特币整个结构目前都是牛市的结构，就是不要去看空比特币。不过单一的蜡烛组合并不能代表什么，只能告诉我们就是目前的比特币是牛市，或者是单一的蜡烛组合，全部都是多方抵抗的拇指线，那代表就是比特币目前还是牛市，只是不知道它的低点有可能还是在盘整，也有可能会挖坑。所以包括现在看到的比特币在这个盘整的区间，它是有很多组多方抵抗的 K 线组，那我们可以配合其他的形态，比如说现在如果就这段时间你在这个位置有做多的，昨天包括群里面也是有跟朋友们提到，就是 60K 可以当做很重要的一个防守或者是止损支撑位啊。那如果配合其他的形态，低点再走高，现在这个位置 60K 是很重要的一个超短线的支撑，压力位呢大约就是这个 65K。 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如果这个位置低点再成一个上升的结构，就是低点再走高，那如果连这个位置高点能突破，就会形成一个上升的通道，就是
高点也开始在走高，趋势有可能就出来了。所以希望朋友们最近就留意一下，这个位置代表不了什么，但是我的观点，比特币有可能就是这一个支撑已经是撑住了，或者是这个位置低点再走高，低点再走高，最好是留意一下，就是这个压力位，如果能突破，有可能是不是疯狂的牛市，差一个条件。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的这张图表，或者是下方这一个是美国的 CPI， 也就是通货膨胀啊。因为有些粉丝想让我聊一聊，特别是通货膨胀或者是 CPI 基础的一些知识啊。那我想跟大家讲 CPI 它是多面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 CPI 这中间一条绿色的线啊，是我画上去的，它大约是在 3% 的一个分水岭。那一般 CPI 如果超过 3%， 说明一个国家是在通货膨胀啊，就是物价在上涨，或者是政府有可能印钞式过多。所以好的一面，比特币是抵抗法币的革命性工具，通胀高的情况下，说明法币不值钱，那有可能有些资金就会跑去买比特币，对比特币来讲是一个利好。但是还有一个不好的一面，就是通胀如果高的情况下，政府要压制通胀，最好的政策工具就是货币政策，或者是货币政策收紧啊，比如说加息，那市场资金少了，有可能物价上涨就会得到压制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历史啊，特别是美国通货膨胀的历史，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2021年，当时美国的通货膨胀，当它穿过 3% 的位置，或者是你看到比特币上涨在空间的高位，就应该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因为但凡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不会允许让自己国家的通货膨胀或者是超过 3%， 或者是我们可以观察一下下方这一条绿色的线，就是美国通货膨胀10年多以来，包括2013年的这个位置顶部的位置，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的通货膨胀都没有超过 3% 啊。那我们可以看一下10年以来，就是2011年的时候，当时这个美国的通货膨胀是有一次超过 3%， 后面或者是我投资生涯10几年都没有见过美国的这个通货膨胀达到这么高的一个程度。所以就这1年多以来，全球的风险资产或者是很多的资金为什么跑到美元的体系，就是因为通胀太高，美国那边必须要压制，它只能利用或者是货币政策加息来压制美国那边的一个通货膨胀。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尽量要看空间啊，包括2011年的这个比特币涨到顶部的位置，美国的通货膨胀达到 3%， 就要小心，有可能就是怕担心美国那边会加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就是2021年的时候，希望朋友们特别是这几个顶部的位置，希望朋友们要小心，就是因为通胀过高，而且从这个位置就有预期美国可能会加息，那尽量就要小心点，后面是逃过一波。然后在 20K 以下的底部，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通货膨胀见高以后，后面是一路希望朋友们一定要去抄底，因为我预期如果通货膨胀是有一个拐弯，而且加上美国的利率有几次1%加到 1.75%，1.75 又加到 2.5%， 或者是加到 3.25%， 或者是加到 4%， 这些加息的幅度都是75个基点的幅度，然后通胀就是有明显的得到压制，它在呈一个下行的结构。当比特币或者是有黑天鹅事件崩盘的低点，希望朋友们一定要继续抄底或者是做多。然后在这个位置有看到一个现象，就是美国那边加息的力道开始减弱的迹象，从原先的75个基点，这个位置 4% 加到这个位置 4.5%， 只加了50个基点。后面在这个位置为什么涨上来，就是因为有预期有可能后面加息会减缓，甚至会停止加息，或者是未来有可能会降息，然后就有了这一波比特币大牛市的行情。或者是现在的通胀现在都已经是后话了，目前的通胀都已经来到这个3的一个区间，这个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水岭啊。那我相信我们最近就观察吧，因为我是相信比特币有可能也是一个期型在这边盘着，或者是只要美国的通胀后面下一步
如果继续往下掉，有可能破3，后面我们去观察一下美国那边，我是估计未来肯定是要降息，因为不可能让一个国体的利率达到这么高的一个水平，或者是让很多的经济体，或者是让下面的很多企业有可能连融资的难度都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通货膨胀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要尽量去看一下这个原油的指数啊，之前也是一路在涨，后面有下跌，或者是也有涨也有下跌，也有涨也有下跌。可以看一下整个通胀就是跟原油的指数基本上就是成正比的一个走势。那最近尽量就观察这个原油会不会往下跌，或者是后面这个 CPI 会不会破这个3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也就是明天晚上亚太时间5月15号晚上8点半的时候要去留意一下，就是美国的 CPI 会不会再次下降，因为前面几次都是有一点超预期。那明天晚上预测值是 3.4， 我们后期要关注的数字就是它能不能缓步的继续往下降，或者是 3.3 或者是 3.2， 甚至后面有没有可能也就是这一个 CPI 会不会破这个分水岭到3或者是到2，达到美联储的一个预期，然后有可能比特币的疯狂牛市就是一个利好，会开始继续大涨或者是疯狂上涨的行情啊。最后感谢大家收看订阅我们。